旅行我会准备什么？如果是在几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列举各种各样的装备。但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次旅行的我会回答这台 iPhone 14 Pro。我购入这台暗夜紫的 iPhone 14 Pro 已经245天了，在这200多天里面，我和它形影不离。我觉得它可以满足我在旅行当中的各种需求。这台 iPhone 我最想聊的是它的相机，这是 iPhone 自6S 以来难得的再一次把主摄的像素升级了。有一说一，4800万像素主摄的提升，相对于 iPhone 13 Pro 来说，在生活的很多场景下，确实是肉眼可见的。这里放一段我前段时间在林俊杰的演唱会13 Pro 和14 Pro 拍摄的对比。当然，在大部分非极限环境下 ，iPhone 13 Pro 和14 Pro 的拍摄区别有，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肉眼就能察觉。毕竟手机摄影再怎么升级，还是手机摄影，除非在技术上有一次大的飞跃。刚刚提到的旅行，我这次一共是旅行了23天，在路程上我会随机抓取13 Pro 或者14 Pro 来进行拍摄，而在剪辑视频的过程中，我几乎察觉不到某段素材究竟是13 Pro 还是14 Pro 拍摄的。但是在暗光环境下，我还是更倾向于14 Pro 的，因为画质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好差，看得出来很暗。开始啊！我去上菜了。我特别想提的一个点就是，这次旅行确实让我体会到了苹果在手机摄影上做出的努力，确实是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在以前的旅行当中，我几乎是不会视频记录的，因为我觉得想要拍出能看的画面，肯定是要用相机。但是呢，相机在提供了高画质的同时，又有很多痛点。一个就是画面不稳定，想要拍出一段让人不头晕目眩的画面，肯定是要手持稳定器的。稍长时间的拍摄就意味着你需要长着一双麒麟臂。另一个就是不够轻便，在出门携带的时候还得相对小心。拍摄本身呢也不够随意，很多场景掏出相机，找好机位，调好参数，可能就已经错过此情此景了。如果是拍照，可能还能继续摆拍一下，但是如果是摄影，我也不是专业演员，如果错过了当时的景色和心情，那就是错过了。请原谅我像个傻子一样在这边找路，因为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代 iPhone 开始，可能也并不是就某一代，而是苹果通过一代一代的逐步优化，让 iPhone 的视频有着 4K 优秀算法下的稳定画面，能看的弱光表现，以及3个镜头的无缝切换。这些特质都非常好的满足了我这个兼职视频博主的需求，让我能在旅行中视频记录下各种自己经历的同时，还能享受这一段旅程。做了个 SPA， 现在等着来马杀鸡一下。度假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从新加坡飞往日本的那段行程，因为我们疫苗没有打够3针而被拒绝登机，我们记录下了滞留在新加坡补做核酸、重新购买航班以及在红灯区的酒店过夜的全过程。刚刚在一个红灯区的酒店里面再次订完了去日本的机票，太惊险了。也有网友笑我们遇事不慌，先拍一段视频。但不得不说，也是多亏了 iPhone 这个想拍就拍的功能，才让我们能够在如此慌乱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记录下这段经历。这段经历也很好的成为了我们日后的珍贵回忆。难以想象，如果是用相机的话，当时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的我们，怀着焦躁的心情，拖着行李箱在巨大的樟宜广场穿梭，还能够有心情拿出装备来进行拍摄。除了相机，我也想聊聊别的 iPhone 在我的旅行当中带来的便利。旅行这段时间，我一直都用 iPhone 来追踪我的每一段航班，无论是航班晚点，或者是更换登机口，我都能够在第一时间通过 APP 了解到。一到机场就发现，我们从这个成田机场飞 Gold Coast 黄金海岸机场的航班直接延误了2个小时，本来的计划是21点，现在变23点，这就导致我们后续航班从黄金海岸到墨尔本的就只剩半个小时中转了，根本就不可能来得及，所以我就去和 Jetstar 的在线的客服问。但后来我发现
其实之前我一直以为全世界人民都会用类似的 APP 来追踪自己的航班，直到之前我们从新加坡飞日本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登机口是换了一次，我呢当然通过软件看到了更换的信息，所以赶快去了新的登机口。但是很多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知道，所以很多人还是在当时的登机口等待，直到有工作人员来通知他们才知道，然后离开。我这才知道原来这样款软件并没有那么普及的，但是这个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电子支付的普及也是大大改变了旅行的体验。我记得以前旅行前总要换上一沓外币，然后小心翼翼地藏在贴身的钱包里面，就怕弄丢了，到了目的地之后很不方便。而这次旅行我基本上就没用上现金，除了在日本的时候某些地方它是要求付现金的，其他时候基本就是手机或者手表拿出来一滴就完成支付了。虽然说我还是以防万一带了一些现金的，但是基本上就没有用上。10年前有多少游客能够想到，在10年后的今天，旅行当中的交通也能够通过一台手机就都解决了。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物价相对便宜，所以我们出行基本上都是靠打车解决。我们现在在机场等马来西亚的 Uber， 它不叫 Uber， 但是类似于那个的系统，用的是马来西亚当地类似于 Uber 的软件，叫 Grab， 绑上一张信用卡，想去哪里一键下单就完成了。在日本的时候，出租车的价格高不可攀，但是我可以在苹果钱包里面绑上一张当地的西瓜卡，然后在进地铁站的时候用手机滴一下就可以进站了，非常方便。而且苹果钱包里面绑定的信用卡可以直接给西瓜卡充值，西瓜卡不仅可以作为一张交通卡使用，还能在当地的便利店里面作为支付工具。手机导航这个当然在很多年前就普及了。日本的这边谷歌地图，它上面还会显示你从哪几个车厢上的话，在你那个站下去是离出口最近的。另外，在这边选择线路的时候，它还会显示乘这些站分别要多少钱。但是这次让我惊讶的是 Apple CarPlay。我们租的雅瑞斯，因为我这次在日本玩的时候是租了一辆车的，没想到随便选的一辆车还支持 Apple CarPlay。因为我平时就用 Apple CarPlay， 所以这次把我自己手机一连之后就能直接使用。然后就可以在用导航的时候就用谷歌地图，这样的话就是我比较熟悉的。那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至少一个导航你熟悉的话，开起车来就会安心很多。这就是我深度使用 iPhone 14 Pro 200多天的故事。作为一个10年以上的 iPhone 老用户，其实我已经没有兴趣讨论什么灵动岛、120赫兹高刷这些新功能了。在我看来，这些就是苹果为了每年刺激用户消费而不得不提出的一些新功能。日常使用中，其实我感觉不到太多这些激动人心的新功能的存在，又或者说，这些新功能本就不是消费者们更新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对我而言，使用 iPhone 就是一种日常。iPhone 14 Pro 也是迄今为止给我体验最好的一部手机，我会一直使用它，直到下一代 iPhone 的来临。